说到河鱼，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鲤鱼、鲢鱼、鳙鱼和鲶鱼。不过，吃着天然化妆品长大的鱼，您吃过吗？它是鸭绿江的鱼，但是它吃这个松花，是松树的花，松树花，它吃这个松花。一年只增长1斤的鱼肉，营养更是相当丰富。如果你吃1斤的这个松花鱼，1斤相当于5斤鲢鱼的营养。大厨分别用鱼头、鱼尾和鱼身带来3道风味各异的美味，让您充分体会松花鱼的丰腴和鲜美。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教你做的呢是松花鱼，可能乍一听这名字您觉得不熟悉，难道是松花江里面的鱼吗？说实话，我到现在也不太知道。不过今天我们的大师把这条鱼带来了，据说这鱼啊吃起来味道特别的棒。怎么个棒法？一会儿丙大厨就告诉你。欢迎中国烹饪大师丙大厨。你好，大嘴。松花鱼呢是今天2位高人都熟悉的。那么另外一位比较熟悉他的呢，就是顾老师。欢迎营养健康老师顾老师，欢迎。大家好。我说我不知道啊，或者说我根本就没吃过它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我看这个外形，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四不像。乍一看呢，有那么一点点像鲢鱼，但细看它还没鳞，有点像鲶鱼，但是细看这个前面的头呢，还属于是鲢鱼的头，是不是鲤鱼？然后你看这个尾巴的时候呢，都是这种鲤鱼啊，包括平时我们吃的鳙鱼的尾巴的感觉。那究竟它是什么鱼？就是松花鱼。这松花鱼，刚才大厨说了，是东北的一种鱼，东北鸭绿江的一种鱼。鸭绿江不是松花江里面的，不是松花江，它是这个名字，它是鸭绿江的鱼，但是它吃这个松花，就是鸭绿江边上的有一种这个植物是松树的花，松树花啊，它吃这个松花长的。松花就是说那个松花落入那个湖中的时候，他每天吃它，它伙食不错。松花粉。松花粉，它伙食不错。松花的花粉，我吃了，我感觉这个鱼它是属于淡水鱼，是不是？淡水鱼。它其实是属于鲤鱼的一种。鲤鱼的一种。对。哎，那今天咱打算怎么做这松花鱼？这个因为这个鱼比较大，是吧？做了个一鱼三吃，等于一鱼三吃吧。哎，这个头尾呢炖汤，因为这个鱼呢，它的这个皮很厚，哎，胶质很厚，它的像鲶鱼一样。对，它这个炖汤吧，这个汤呢非常好，非常厚。然后第二个呢是用这个炒个鱼片然后再用这个香葱烧一个这个鱼身鱼段。哎呦，做3道菜。好，第一道咱就开始，好不好？来，赶快，今天有好吃的鱼了。第一道菜，咱呢先怎么处理呢？先把头尾卸下来。咱先把这个鱼头和鱼尾给它斩断，斩下来。对，好。我说实话，我觉得大厨你在处理它的时候，你摸起来是不是感觉它的肉也是超厚的那种？对，很厚。因为你看它这个侧面，超级厚的感觉，是不是？特别厚的肉，而且看上去摸起来似乎它这个鱼肉呢，脂肪含量会很高，就像鲶鱼一样。对，应该是吃起来那种呢，相对来讲细腻一些的鱼肉。这个鱼吃起来很好吃。哎，大叔，我在想，它没有鱼鳞，你在刮什么？它有几片鱼鳞。有几片？头和尾呢，它都，因为它这个刚才顾老师说了，它就是鲤鱼这个家族的，鲤鱼家族的。对，它还属于鲤鱼的兄弟。它属于是化生了，化成别的样子，但是实际上它还是鲤鱼。几百年前他们还是一样，还是相亲相爱一家人的。所以后来分道扬镳了。对。它长在这个鸭绿江嘛，所以它那个地方江水比较冷，它是属于一种冷水鱼。现在很流行吃冷水鱼。那其实冷水鱼就脂肪要厚。我有一个笨的想法，你看，我一般觉得，如果说有一些人呢，家庭条件比较好，从小吃的东西比较好，他身体就长得壮。对。然后呢，我觉得这个鱼也是，你看它在这个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下，在鸭绿江周围，然后每天吃松花粉，然后成长出来的这种鱼。它是不是营养价值也不一般？对，它的营养也很丰富，它自己的皮也比较厚。比如说，你像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18.1%，蛋白质18.1%，其实就是比咱吃的这个肉啊，你像鱼一般它都含水多嘛，蛋白质不高，但是呢，它比起其他的鱼来都要高，就几乎相当于肉了，所以蛋白质很高。蛋白质含量很高，那它这个鱼皮，你看它这么厚，有没有一些别的学问？对啊，它有脂肪，而且呢，这个皮下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鱼油，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多饱和脂肪酸，包括 DHA 啊、EPA 啊这种多不饱和的脂肪酸，这样对人体啊。我们的大脑啊，对我们的这个生长发育都是有很多好处的。其实你要说它的营养呢，可以这样来打比方：如果你吃1斤的这个松花鱼，1斤相当于5斤鲢鱼的营养。
5斤鲢鱼等于1斤的松花鱼，对，就这么多营养成分。这个好好吃一吃它。这边的大水已经将锅中好这个油热上了，然后放了一点点姜作为底味，是为了去我们这个鱼头的腥气，对，是不是？那现在呢，我们来回再煎一下它。今天我们用的油也非常的棒，就是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这种油呢有3A 加物质，对老年人以及儿童的智力非常有好处。建议你在家里的时候呢，试一试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这边我们呢给这个鱼头反复的煎一煎，还有鱼尾。是不是？我们这个鱼头之所以斩段，是不是也是让它煎的时候呢，能够利于里面也受一点点热？对，能够充分的让工作的面煎到这个接触到这个油。大叔，咱今天用这松花鱼做第一道菜，是一道汤品菜。对，汤品菜。之所以煎它的目的，我感觉似乎是一道炖汤都要煎这个鱼。对，都要。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去腥增香，再一个什么？煎过之后呢，这个鱼炖汤之后，它会出现那个白汤浓汤。你看我们一般一说喝鱼汤，大家会想到什么？喜欢那种奶汤，奶浓的那种奶汤，就是在于这个煎的过程。对，反复的两面煎一下，不用等它全熟就赶快加汤了。对，这个如果你要叫它汤更加的白的话，这一下铺下去之后，这个汤已经是立刻白了，已经很白了，就有点像是直接撞到我们这个煎好的鱼头子上。如果你要想叫它再白的话呢，你用猪油来煎。猪油，那会不会热量太高？对，热量就会有点高，太高了。所以现代人呢都不喜欢加这个加点这个白胡椒粒。加白胡椒粒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增加它一个就是一种香味，就那个胡椒的那个味道。那如果说咱们平时在家里做个什么鲢鱼头啊，包括什么别的鱼头之类的，可不可以直接放一点点白胡椒粒呢？也可以，因为这个增了一点点新的味道。对，因为这个胡椒粒呢，这个白胡椒粒它这个吃起来呢，它就是有些炖汤的时候它有点辣，有点这个胡椒味特别的回辣，特别的浓。你煲汤的时候呢，这个放一点就很好。大厨，你看这边你是把它煎完之后，直接就换在砂锅里面，开始慢慢的煨汤了。而这时候我们大概要煨多久？这个像这个鱼汤炖个30分钟，30分钟，急火炖，一定要急火炖。急火炖，从头到尾都一直不改小火。对，急火炖是不是也是让它汤头变白的一个原因呢？对，这样它的汤呢会这个比较厚。在家做鱼汤都要急火炖。都要急火炖。OK，这边我们急火催它30分钟。这边呢，我们接着处理一下我们这个鱼腹的位置。金枪鱼最好的位置是这个鱼腹，对，这个上肢和下腩的部位。我们这松花鱼估计它最好吃、最肥美、最鲜嫩的位置，应该也是这一段了。这一段可能要做成鱼片了。没错。下面呢，我们要开始正式的处理这个鱼的肢腩部位了。大厨，咱现在开始操作吧。大厨，我想你是不是忘了一个工作？处理它之前，咱的盖子是不是应该盖上？这个多久？炖汤的话是不用盖盖，一直这样挺着。这样停着呢，它这个让它自然的那个催汤就行了。哎呦，那这个跟煮意大利面条差不多，意大利面条就不需要盖盖子了，是不是？好，我们这边给它抛开，不用管，真不用管它，不用管它。好，我们就记住是急火快催30分钟。好，这边给它抛一下来。其实说到这个松花鱼的养殖其实最近几年呢，很多这个怎么讲？农业高手都在研究它，因为它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对，那么它的养殖听说也挺费事的。没错，这个鱼因为它在冷水里长得比较好，但是呢生长非常缓慢，1年就长1斤左右。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鱼已经很大年龄了，估计3、4岁了。3岁了，对，已经3斤多，所以需要3年左右才能长。1年就长1斤对，就长1斤，因为冷水鱼它都是这么个环境，就长得很慢。但是呢，营养就很丰富。越慢呢，它这个营养素越浓集。哇，那我们现在其实处理它的时候，你看到它的厚这么厚，可见真的是很卖力的生长。是，有点像我们做那个三文鱼，没错，那个鱼片都是那种冷水鱼。的确，我们就把它片成鱼片。好。片鱼片的时候呢，你要小心，因为一不小心会容易把手呢因为它这个皮太滑了，挺滑的。我们压着它，然后斜片，我们片夹刀片，双飞，双飞，哇，双飞片。其实说到这个松花鱼你看名字中就知道跟这个松花粉有关系。我乍一听我还以为是松花江，原来人家的家乡呢是在鸭绿江。对。那说到这个松花粉，
我知道它似乎是一种人体都能够食用的保健品。是很多人把它当做一种最好的食物。没错。实际上呢，松花粉呢就是松花的花粉。那么它的营养呢非常非常全面。也就是说，里面像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这种必需氨基酸啦，还有我们的这个所需要的矿物质啊，它都含有。那么很多人呢都拿它当做一种保健的营养的药。那么吃完了这个松花粉以后呢，可以提高精力和体力，就会让你觉得精力旺盛。就是说等于是什么？等于是如果是你想进补的话，就需要我们来用松花粉来进行进补。对对对，可以用松花粉直接进补，只要体力不是特别好的人都可以用它来提高。而且呢，松花粉也是最养颜的，被称为这个可以吃的化妆品。可以吃的化妆品。对对对，最养颜的。所以你看，女性好多都拿松花粉呢当做化妆品来吃。那么它呢，主要是可以促进女性的这个皮肤的新陈代谢。你看她的皮肤也不错。对，她的皮肤你看非常光滑。你看抓它的时候都抓不动，非常滑，很滑。而且呢很有弹性。没错，一个皱纹都没有。是没错。所以呢，其实它的这个养颜作用呢，主要是里面有一些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含的矿物质呢也是相当高的。所以对咱的新陈代谢啊都有高营养、高浓缩的营养。那么，他吃的好呢，饲料好，肯定他自己长得也好。我们这个鱼啊，是从小吃保健品长大的，条件呢出身相当名贵，相当的这个高贵。你看，从小吃保健品，现在身体呢长得肥厚肥厚的，这肉质啊相当的棒了。那这边我们的大厨呢，已经将它一片一片的切成这种夹刀片了，双飞片。好，放点盐。一点点料酒，蛋清，只要用蛋清。大家有的时候会想，为什么有的用蛋清，有的用蛋黄呢？主要是因为颜色，是不是？一个是颜色，一个是这个，它们的性质不一样。因为上浆的话呢，一般都是用蛋清的。挂那个穿东西用的那种，像那种薄薄的浆，好像都用蛋清。没错。您在抓它的时候，其实我在想，是不是？需不需要那个来回的搅动，或者是摔打它？不用，就是让这个蛋清呢充分的，因为这是改的是双飞片，要充分的都这个，就是每一面都能够粘得住。那我们如果说一般在家里做这种肉给它上浆的话，是要反复摔打一下会更好，是不是？对，可以。鱼肉就没必要了。再加一点点生粉。对，抓鱼就可以。哇，好嘞，这边放在一边。备用，已经上好浆了。上浆很简单，加一点点蛋清，加一点点盐，然后加一点点生粉，一点料酒就 OK 了。料酒主要是去腥的，缺点配料。配料呢用的是这个菜心跟这个木耳，还有胡萝卜。这几样配料似乎是百搭，什么菜上都能看到。因为它的颜色呢有红的，有绿的。那么你看，我们一般的鱼肉呢，营养是比较均衡的，而且呢蛋白质含量很高，再给它增加一点绿色的膳食纤维。我们这个油菜、胡萝卜素，再配点黑色的木耳，一点小营养进去，非常好的均衡营养了。没错，这边胡萝卜大叔给它做一个造型，今天是蝴蝶。这边我们配料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准备飞一下鱼片。飞鱼片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等这个水没彻底沸腾的时候再飞，不然的话，它会彻底把这个浆糊出来。对，哎呀。大叔，你看，我注意到你划水的时候呢，你特别小心。对，就是担心它下进去之后浆别飞掉。对，打了半天浆，你进去之后变成一锅粥，这就不好了。那就不好了，是不是？一般我们在划水的时候都要注意这一点，不像划油放进去之后呢，就对，因为它油温它在那个，它不是跟水一样，它能把它给蛋清分解出来，它会把那个蛋清呢会凝固，很快的凝固到这个肉上。没错，温度比较高一点。好，划一下水。其实你看，一般我们吃溜鱼片都想吃到那种鱼肉嫩嫩的口感，而怎么会变嫩呢？上浆就是个关键。包括平时我们吃的水煮鱼、沸腾鱼，它都是上过浆的，都上过浆的。现在我们的划过水的鱼片已经呢准备好了，在这边备用。接下来我们放入一点油吗？放点油，来点油。今天我们用的油也非常的棒，是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这种油呢有3A 加物质，对老年人以及儿童的智力非常有好处。建议你在家里的时候呢试一试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健康新时代在这里给您重磅的推荐。来点葱花和姜片，搅一下，料酒，好，一点点料酒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做鱼少不了料酒啊。对。
OK，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直接放一点汤吗？放点汤，直接把我们锅中的汤取出来一些。对。其实大厨有一个想法，你看咱今天烹的是河鱼，那一般海鱼在烹调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区别呢？这个海鱼呢，就是它的那个腥味儿，它的那个海鲜味儿比这个河鱼要重。没错。但是它同样它这个味道呢，也是一种鲜味。那如果是比较鲜的，那建议你呢保留住海里面的鱼那种本味。对，一般都是烧的方式，是不是？加点盐，一点点盐就可以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勾一点芡。哦，溜它的目的就是溜它的那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正式放我们的食材之前，要先勾芡，先把这个汁儿给调出来，要先开始勾芡的。好，然后呢，把这个鱼肉放进去。我觉得这时候它的芡也不是特别多，大家看到就一点而已，因为这个鱼里呢它有些汁啊，鱼它本身还会有一些，大叔都会考虑进去。我觉得不能使劲推它，要不然鱼肉就碎了。没错，好了，这可以了。OK， 好嘞，大厨，我们这边已经出锅喽，蒸盘。说实话，我乍一看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呢，看不出来这鱼有多少特别的地方。不过我相信吃在嘴中会有一些新的惊喜，因为今天健康新时代是我们的大厨拎着鱼冲进演播室的。他说这个鱼好，于是就想给我们做，于是就出来这道菜。现在我们的溜鱼片已经上桌了，锅中还在炖着我们的鱼汤。一会儿呢，我们一起来品尝。这2道菜做完之后还觉得不过瘾，对，还要做第3道。那什么名字？这个香葱烧鱼。香葱烧鱼段，烧鱼段。好，这边也是用松花鱼，也是用这个汁南的部位。对，今天咱是一条鱼，然后3种不同的吃法，一鱼3吃。很新鲜，很好哎。好，有汤，然后有烧菜，那边呢还有溜菜。这边先加点鱼，全鱼宴，真的是全鱼宴。先放点葱姜，这个要腌吗？要腌一下，腌一下。加点酱油，酱油我们用一点点来去腥，也是为了提上色。好，过会儿把它煎一下，还要再煎。这道菜相对来讲吃起来的时候，跟我们之前的溜鱼片比较起来，也是为了突出那个肉的嫩嘛。对，为了这个香。你就烧它，那这个就肯定是咸口的，咸口的，是不是？那我感觉好像腌鱼都要先打个1字花刀啊、10字花刀什么的。这个咱怎么不打？咱这个不用打，因为咱过一会儿呢还要再烧。哦，还要再烧制，咱这个腌的时候也不用加料酒，不用加料酒。放在锅中小煎一下。我觉得这个时候煎应该多放一点点油，免得你在家里操作的时候呢不好操作。因为如果油放的少，你来回呢总容易糊锅。对。最好也选择不粘锅来煎它，最好不粘锅来煎。对，没错。那今天我们用的油呢是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这种油呢有3A 加物质，对老年人以及孩子的智力非常有好处，建议你在家里试一试。来回的煎一下就行了。我们煎鱼的时候，这个火力是要控制在什么程度？大厨？这个中火就可以，中火就可以了。咱要煎到全熟吗？不用，2面煎一下就行。但是我在想，咱反正一会儿要烧，咱干嘛要煎它呢？就是去一下这个味儿，增一下这个香，增香。那是不是我们在家里，如果说要烧一些淡水鱼的话，想让它草腥味去掉，然后还想吃出来它的比较香的味道，都要煎一下。都要煎一下，因为这个淡水鱼跟海水鱼不同，它这个泥腥味特重。没错，泥味儿有点重。的确，尤其这种野生鱼，这种野生鱼呢，它这个味道特别重。特别重。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鱼是不能生吃的。的确。对，因为淡水鱼是不能生吃，因为有寄生虫，它生长的环境呢一般都是属于污泥当中比较多，所以有可能有寄生虫或寄生虫卵，都得烧熟煮透了吃，炖汤啊，像刚才咱们的这种做法都可以。哇，现在已经翻个了。其实吃河鱼呢，现在这几年也算是一种新的时尚吧。对，河鱼因为它现在呢，我们容易控制它的水域，比如说哪个水域污染比较少，我们就会让它吃。但是呢，吃河鱼呢一定要小心，我们最好是煮熟煮透了以后呢，一个去寄生虫，另外一个呢它的凝胶比较多，然后这些凝胶呢，用烧熟煮透以后啊，特别容易消化吸收。哇，那我想说这个搭配上有没有什么讲究？比如说我们的松花鱼适合和什么搭配呢？松花鱼呢，一般它因为属于鲤鱼的品种，像特别比较好的能搭配我们鲤鱼的，
都可以。你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传统的药膳叫赤豆鲤鱼汤，就是红小豆跟鲤鱼就很搭配。而且呢，我们像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如果再放一点，我们做这个鱼的时候放一点醋，这个醋呢可以帮助钙的吸收，也可以。我们做鱼的时候放醋，那包括我们平时煲这个骨头汤也放一点醋，利于钙的溶出，这个可以。除了这个以外呢，你比如煲鱼头汤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放一点山药。山药呢跟鱼也是很搭配的，它的营养呢也是有互相促进吸收的作用。那松花鱼也是一样的。对。我们的松花鱼呢，现在已经煎好了。接下来大厨呢要教你怎么烧它。这边呢，我们来一点点油，起个锅，来一点油。一点点油就可以了，不用多了，因为刚才已经煎过了。煎过它本身就已经有一些油脂。好嘞，放点这个姜丝。做鱼少不了姜丝。好，煸香一下它。这道菜咱一会儿的时候呢，就直接放进去之后直接烧就行，不用再给它改刀了吗？不改刀了，但是用葱来烧它。用葱来烧啊？对，大厨刚才说了，是葱烧我们的松花鱼，一堆的小葱在这边备用着。一会儿看看大厨怎么操作。料酒，1勺的蚝油，1勺蚝油，料酒多少呢？刚才大厨这个料酒也是1勺，1勺料酒，1勺蚝油，3勺的这个老抽，正常老抽，3勺老抽。这道菜不需要放盐了，不要放盐了。好，大厨来一点点汤下去，汤。好，现在我们就放入葱吗？放葱，葱这么早放进去会不会变塌呀？就要的这个香葱的这个味道。这么多葱，大量的。哇，今天我们的松花鱼好像是，受了这种非常高档的礼遇，绿色的这个香葱上面把它握在上面。松花鱼呢是吃松花粉长大的，而且呢，在这个东北一带生活的这种冷水鱼，肉质细嫩。今天和葱花一起来烧，会出来什么味道呢？我很期待，说实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松花鱼它的家乡就是一条中国的冥河鸭绿江。那我觉得这个葱烧的方式，烧这个松花鱼，这种方式可不可以借鉴过来之后，我们烧鲢鱼啊、烧鲤鱼可以，就是烧任何淡水鱼呢，因为这个菜呢，本来是一种上海菜的一种。我觉得上海菜有个葱烤鲫鱼，就是这种做法。对，葱烤鲫鱼、葱烤白条。对，你好像烧淡水鱼用这种。但是烧我们这个吃的松花粉长大的松花鱼，应该是营养更好了。没错，新的滋味。而且老师也说，这个松花鱼呢，1斤的松花鱼肉等于5斤的鲢鱼，它的营养，所以呢是非常高营养的。鸭绿江的水真养鱼啊！是啊，但是生长很慢。没错，1年才都有口福能吃到的。真的是，这要烧多久呢，大厨？这个烧20分钟。20分钟。那好，那咱在锅中就烧着。20分钟之后，我们的葱烧松花鱼就要出锅了，并且我们联合着我们这边的鱼汤，还有刚才吃的溜鱼片，一起来尝尝这一鱼3吃，每一种吃法分别是什么味道。我觉得等它的过程挺痛苦的，因为你看着锅中不断的冒泡，就是吃不到嘴中。不过我觉得现在差不多了，是不是？差不多了。这个大火烧，然后呢一定要记得，大火是开始给它沸腾之后，然后小火再慢慢的咕了它一会儿，然后再大火收汁。收汁的啊，是不是？好，现在这个汤里把这个汤也差不多放进去，魔芋结放进去一些，魔芋结放进去。在家里做汤，我也很喜欢多放点魔芋，因为那个减肥，它里面的热量极其低。魔芋，我不是为这个而吃魔芋的。它有减肥的功能，对，有减肥的功效。来点盐，一定要记得汤是出锅之前调味的。对，好嘞，差不多了，大叔。差不多，这个鱼汤是可以了。它上面一层白白的这个，已经是白鱼油了，那咱把它请出来好不好？好，鱼汤先上桌。好，这边也差不多了，两边一同步出锅，很幸福的一顿鱼宴呢。今天真是全鱼宴。好，这边汤很棒。又上桌一道美菜，我们这边呢3道菜就差1道了，就是在锅中的这道。好，给它请出来。哎呦，这个烧到最后我发现这个葱已经之前一大捆，现在是几绺了，像油菜了。没错没错。好，给你翻一下锅。哎呦，哇，帅，很帅。其实刚才大师在翻的时候，我在想，它翻过来之后呢，会不会底部的葱很多？但你发现它这个葱烧到最后就是一小层薄薄的一层了。好嘞，葱烧我们的松花鱼又已经上桌了。那接下来我们3道不同的菜，
每人各选择一个好不好？好，按方向来。我吃这个。好嘞，那我就来这个，我们刚出锅的这个。大叔，你只喝汤，我去喝汤。这也有肉，哎，也有肉，是不是？好嘞，尝一尝喽。哇，又滑又爽，非常鲜美。鱼肉真的是超级细嫩，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松花鱼，是在健康新时代的节目里。我觉得这种鱼呢，吃起来这种脂肪含量应该会很高，那么嫩，是不是？我觉得吃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鱼本身有那么一点点的鲜味在，是不是？对，它这个鱼汤喝起来呢，它是你喝到嘴里这个嘴有点黏的感觉，是，哎，是有点黏，但我总结起来，我真的觉得松花鱼呢，它这种肉有点像肥的鱼肉的感觉，但是却一点都不腻。